我明明是龙虎山最年轻的紫袍天师，却被所有人嘲笑这个名头徒有虚名。只因天下第一道门的龙虎山昨夜被老外偷盗窃一空，还在国外直播平台公开叫卖各种法器。一时间，国外所有教门纷纷嘲笑华夏道门虚有其表，无数媒体更是大肆宣扬偷盗者风光伟绩，甚至大量自媒体为蹭流量也不惜抹黑龙虎山。而一众官方媒体则是不断询问失窃原因，以及是否会花费大量资金赎回丢失物品。而身为紫袍天师的我却并未做出任何解释，只是放言偷盗者限3日之内将盗窃之物归还龙虎山，否则因果降临自悟其身。很快，龙虎山被盗天师放话，这一则新闻传遍了大江南北，华夏之内人尽皆知，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与此同时，海外某小国的一栋私人别墅里，几个年轻人正得意地刷着新闻，兴奋讨论，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战绩得意不已。其中一个名为凯瑞的年轻男生是一名海外主播，此刻他正在自己的直播间跟粉丝吹起了他们昨晚在龙虎山的战绩，更是得意洋洋的在直播间里公然售卖起了自己在龙虎山上偷来的东西。家人们，这些都是我从华夏那个龙虎山弄来的，那帮道士根本屁本事没有，东西都被我弄到海外来了，他们还在华夏找得团团转。看看这个铃铛，在华夏这东西叫三清铃，据说是华夏的法器，有降妖除魔的作用。家人们有没有人想要的？100米元卖给你。还有这个龙虎山上管它叫什么法绳，林正英的电影里面也有，就是用来捆僵尸的那个，只要50米元。凯瑞一脸嚣张的样子，浑然没把龙虎山的话放在眼里，观众都震惊了。哥们儿，你胆子是真的大呀，你真去偷了，还上了龙国热搜，哥们儿你火了，那边称你为道圣。紫袍天师也放话了，让你3天内还回去，不然后果很严重。你听我一句劝吧，万一真惹怒他们，线下真是你怎么办？怂什么？他们真有本事，我能这么轻易得手？而且我现在在海外，他们的能怎样？敢来我团队也不是吃素了。与此同时，龙国龙虎山天师府内，我坐在天师位上，下方是以玄印道长为首的红袍黄袍道长，都是龙虎山的高层天师。此事您认为我龙虎山该如何应对？我们要不要报警？玄印道长起身前问我，按常理，失窃应先报警走法律程序。闻言，我坐在天师位上笑了，无量天尊，既然对方是冲着我们龙虎山来的，那就用我龙虎山的方法去解决。我龙虎山的东西丢了，如果还要让警方去找，让外人看到，还以为我龙虎山是吃干饭的。你说完，便开始用神品龙虎占卜术推算起来，瞬间海量卜算知识涌入脑海，双眼浮现2轮先天八卦。我立刻推演昨夜窃案。片刻功夫后，我看到几个跟着游客一起上山的海外洋人，在昨天龙虎山闭山之后，竟然藏在了龙虎伏魔殿之中，躲避了龙虎山上的道场巡逻，然后趁着夜色无人，前往三清殿、玄坛殿、真武殿和藏经阁等地偷窃大量法器。还有一个更是胆大包天，趁着夜色上天师府偷了我的天师剑。其实本来以原身的修为，昨天晚上那个贼手踏入天师府的第一步，就完全可以察觉到对方的气息，奈何昨夜正是我穿越之时，灵魂融合始终未醒，这才让他们得手。只能说这帮贼运气太好，但现在他们身份已暴露无遗，偷完便连夜逃去海外。瞬间我的脸上露出冷笑，敢偷天师师符，还敢藏进伏魔殿，真是年轻气盛，不知死活。先别说得罪我这紫袍天师是何下场，就凭几个凡人敢进伏魔殿，我都敬他们是群真正的勇士，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命够不够硬了。龙虎山道观大多传自1000年前，初代张天师时期，虽历代都有过修缮，但唯有一处上千年来从未修过的伏魔殿。此殿乃张天师关押妖魔之地，门上贴着历代天师亲笔符印封条。自初代天师起，除天师和代长山道长之外，其余人皆不得进伏魔殿。道行不足者易受妖鬼之气冲撞，甚至被盯上。普通人进去转一圈，恐怕身后就会跟上几百只鬼猎队相伴。即便是我和玄印道长，也只在5年一次加持封印时才去一趟。伏魔殿阴气太重，待久了不舒服。可那几个小偷毫无修为，全凭胆子大，竟然直接闯了进去。我能想象店里妖鬼的多兴奋，上千年来头一回有活人自投罗网，还是西洋来的稀奇人物。伏魔殿里关押的妖物可都是1000年来害人性命的怨灵恶妖，长过古人，西洋人倒是第一回。这帮妖鬼怕是做梦都在感慨，不仅开门破风，还主动献上血食，真是舒心到家了。此时我已完全掌握昨夜行窃者的所有信息，人数、姓名、职业、家庭住址，甚至父母的电话和各种亲戚朋友都算得清清楚楚。随即我起身直朝伏魔殿走去，殿门口的封条已被撕开，痕迹明显。看了一眼后，我迈步进入殿内。伏魔殿内黑暗一片，四面八方摆放着无数封魔坛，每个坛子封口处都有一条天师封印的符咒。大殿正中央供奉9天荡魔祖师真武大帝牌位，用以镇压群魔。我先向真武大帝一拜，随即看向众魔坛，无量天尊，本座乃龙虎山第68任天师。贫道问你们，昨晚有几个凡人闯入伏魔殿，可有妖鬼跟他们走了？依这群妖鬼的性子，送到嘴边的食物怎会放过？尤其那几个大修为的，门开了岂能不跑？话音刚落，一个魔坛震动了一下，烟雾升起，画出一只玉面狐狸精坐在坛上搔首弄姿。哟，天师府紫袍换新人了呀！老天师呢？该不会没了吧？我一脸淡定地看着这只挑衅的狐狸精。这只玉面狐狸修为已有500多年，天师的封魔坛也困不住他。这家伙绝对是知道昨晚的事情。狐狸精，念你修行不易，贫道不想伤你。说吧，昨天跑了几个？闻言他还想挑逗，瞬间化作白雾贴到我身上，娇声道：小天师，急什么？让姐姐先跟你玩一玩吧。看你这样子还是纯阳之身吧，好浓郁的阳气，我喜欢。闻言我微微一笑，我身上可不止纯阳之气，还有更厉害的，想见识一下吗？是什么？玉面狐狸闻言一脸好奇地看着我。刹那间，我体内五雷运转，白紫色雷电窜流周身，我直接伸出五指，一巴掌就拍在这玉面狐狸精的头顶，施展神品五雷阵法，瞬间恐怖的雷电之力自我手掌喷涌而出。天师符我顶，雷法碎天灵。这玉面狐狸纵然500年道行，也扛不住这升级100倍的雷法，当即被电的外焦里嫩，妖灵大损。他惨叫一声，见你如见神明一般，再也不敢放肆。天师请收了雷法，有话好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全告诉你。昨晚那
几个小偷潜入伏魔殿，斩头鬼、红衣鬼王、美女蛇，还有一个金甲尸鬼。那几个家伙趁机溜了出去，现在估计一直跟着那几个小偷呢。听他说完，我倒觉得事情越发有趣了。斩头鬼、红衣鬼王、美女蛇、金甲死鬼，全是伏魔殿里的重量级。看来那几个洋人往后日子怕是不好过了。喜欢偷，这次直接偷了4个大宝贝回去。随后我离开伏魔殿，重新加持了封印。走后玉面狐狸才敢嘀咕，龙虎山倒是越来越厉害了。然后我回到了三清殿，写下昨天上龙虎山偷窃那几个人的所有信息，让玄印道长发布在龙虎山官号上，并附上警告：举头3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望7位居士早日回头是岸，尽速归还所窃之物，否则后果自负。倒计时2日，我本想着若他们3日内不归还所盗之物，便亲手收拾他们，可现在看来是不必了。我所说的后果自负，便是那些跟着他们离开伏魔殿的妖鬼。我劝他们归还，实则是给他们一线生机，不然等那些妖鬼恢复实力，尤其是杀意最凶的斩头鬼，迟早会取他们性命。很快，龙虎山账号更新，列出7名西洋窃贼的全部信息，国内网友顿时炸了。卧槽，这么快就查出来了，这也太效率了吧！何止有本事，连海外住址都精确到小区，甚至连电话号码都有，这怎么做到的？笑死！偷到算数老祖宗头上，道长直接给你算的底裤都不剩。可现在人都一起跑到海外了，还能怎么办？龙虎山既然发了出来，肯定有自己的办法，再等着看吧。兄弟们，我翻墙找到了其中一个贼的直播账号，这家伙正在公然卖法器呢，快去围观！海外老鼠直播平台上，随着龙虎山窃贼的直播账号曝光，一瞬间大量龙国网友涌进直播间，他们想看看这个胆大包天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全是跑来看热闹的。主播凯瑞直播3年，平时在线人数也就1万左右，但今天直接冲上了100万。虽然都是来骂他的，但他反而更得意了，居然对着镜头招呼起来：“哈喽，欢迎龙国的网友，这可都是你们龙虎山的法器哦，有没有感兴趣的？我可以卖给你们。”这话一出，直播弹幕瞬间炸了。卧槽，太欠揍了！偷东西还自豪上了，你装什么真下头？众筹线下真是他。与此同时，龙虎山三清殿内，一群记者和道长们也正盯着直播。平日里他们盼着新闻越火越好，可此刻见这洋人如此嚣张，全都怒了。太嚣张了，这个混蛋！就连好脾气的玄印都忍不住拍向椅子，怒喝狂妄，一掌下去，椅子直接碎裂。见状，记者们全吓了一跳，连忙拍照。龙虎山道长果然有真功夫，但脾气最爆的还不是他，是98岁的玄冲道长，修了90多年道，脾气却越修越躁。看到这情况，起身就走。见状，我终于开口：“玄冲道长，你去哪儿？”严玄冲停下脚步，躬身道：“天师，我去拿刀出海，把我龙虎山的法宝全拿回来。”玄冲有一把杀生刀，80多年前他带着这把刀斩砍过侵略者，后来又随老天师斩妖除魔，如今日日保养，依旧寒光刺骨，气势逼人。他这是真想要提刀出国。90多岁的人要线下珍视别人，想想这场面实在离谱。随即我连忙劝道：“你先坐下，你我皆是出家修道之人，修道之人讲究清静无为，心平气和，动刀动枪的成何体统？再说你都一把年纪了，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就在这时，直播画面里的凯瑞又作死了，他展示完法器，竟又掏出几本龙虎山秘传经文、金光咒和小五雷术。见状，我眉头紧蹙，猛地站起身，怒喝道：“不知死活的东西！你在直播间里展示我龙虎山法器的事情，频道可以先不跟你计较太多，但你要在直播间展示我龙虎藏书秘本，敢卖我龙虎山金光咒、小五雷术，那频道可不客气了。你敢把那金光咒、小五雷术在你直播间里翻开一页试试？”与此同时，海外直播间内，凯瑞和团队取出偷来的经书秘本，得意地向观众介绍：“兄弟们，你们绝对想不到这是什么龙虎山秘本，号称是龙国1000年不外传的经书典籍，看看都没见过吧？”他拿出一本古法手抄本，镜头前赫然是小五雷术4个大字。见海外观众不懂，凯瑞解释道：“这本秘本里面记载的是一种龙国道门的法术，类似于魔法，如果修炼成功，就可以操控雷电，据说十分厉害，是龙国龙虎山几千年不外传的法术秘本。而且就算是在龙虎山内，也就只有很少数的红袍道长才有资格修炼，是我们昨天从龙虎山藏经阁里头偷出来的，你们就说牛不牛吧？”随后他直接开价：“兄弟们，这个秘本现在定价500万米刀，有人要吗？”见状，直播间瞬间炸锅，海外观众疯狂求购。Oh my god， 主播太厉害了，你连这东西都能偷出来吗？我就说龙国真的有法术吧，居然能操控雷电，我想要这个，但是价格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便宜？你在开玩笑吗？这可是真正的法术，而且才500万米刀，算得了什么？我要了，我出550万米刀。很快秘本价格被炒到1000万米刀以上。反观龙国网友满是愤慨，居然是小五雷术啊，那可是龙虎山的不传之秘，这东西怎么落到这个王八蛋手上了？龙虎山没有安保的吗？这种国宝级秘本怎么能流落海外？气死我了！你真敢卖啊？不怕龙虎山雷法大佬上门轰你？凯瑞看着龙国网友的弹幕冷笑一声，随即拿出一把剑晃了晃：“你们这帮龙国人，个个把龙虎山想得太厉害了，在我眼里，那龙国龙虎山上下都是草包一个。听你们一直吹嘘龙虎山所谓的什么紫袍天师怎么厉害，看看这是什么？你们那紫袍天师的天师剑，昨天被我顺手就给顺走了，不是很厉害吗？怎么自己的剑还能被我拿走？哈哈哈！而且我现在人在海外，根本不在龙国，你让你们那个天师来，我倒要看看你们口中那龙国的天师有多牛逼。我在海外他还能弄死我，怕不是够都够不着吧？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不仅要在直播间里卖那龙虎山所谓的法术秘本，我还要卖这把天师剑，你们看我敢不敢？还有这个金光咒，听说也是不外传的宝贝。今天我给直播间的家人们来个大大的福利，这龙虎山1000年不外传的秘术金光咒，今天直接来个免费观看。凯瑞说着就要翻开金光咒，龙国网友本指望紫袍天师教训他，可看到天师剑真品后瞬间沉默。天师剑都能被偷，不少人开始怀疑我是否真有本事。就在此时，龙虎山上空突然风起云涌，烈日高悬的天空瞬间乌云汇聚，炸雷阵阵。与此同时，凯瑞别墅上空也乌云密布，雷电翻滚。我坐在三清殿内，双掌运转神品五雷阵法，雷电缠绕全身，与两地雷云遥相呼应。见凯瑞就要翻
开金光咒，我心神一动，滔天怒雷席卷而出。无量天尊，既然居士执意冒犯，那就让贫道来超度居士吧。别以为你在海外我就轰不到你。此刻凯瑞家上空，万道银紫色雷电如同狂蟒般轰向别墅，周围路人邻居见状纷纷逃离。别墅内的凯瑞还在作死，刚要翻开金光咒，轰隆隆，无数雷电瞬间冲刷别墅，瓦片崩碎，砖墙倒塌，电器爆炸，木质家具瞬间灰飞烟灭。凯瑞和团队虽未直接嗝屁，也被批得外焦里嫩。直播间因电脑爆炸瞬间黑屏，弹出提示：您关注的老鼠台主播凯瑞已下线。主播正在火速赶回的路上，瞬间直播间评论区一片混乱。主播搞什么鬼啊？人呢？说好的金光咒给我们看的呢？卧槽，直接下线什么意思？我刚付了3000万米刀买小五雷术，至少说什么时候发货啊？兄弟们，凯瑞家被雷轰平了，去隔壁直播间看现场。随即无数观众涌入一个海外金发小姐姐的直播间，她下班路上习惯性直播，恰好拍到凯瑞家被雷劈的全过程。她的直播间人气瞬间破100万，观众热议：卧槽，天雷洗地啊！这不是自然雷电吧？太离谱了！房子主人到底干了什么？凯瑞直播间的观众赶来，看到别墅残垣断壁，彻底傻眼。Oh my god， 这真的是凯瑞家？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变成这样了？有观众分享了录屏，众人看着万雷洗地的画面纷纷沉默。早不批晚不批，偏偏在凯瑞要翻金光咒前批来，这绝不是巧合，分明是天罚。海外凯瑞的别墅外，救护车、火警和警方迅速赶到，从废墟中救出了半死不活的凯瑞及其团队。曾经嚣张的凯瑞如同死狗般昏迷在担架上，全身被劈得外焦里嫩，团队成员也个个重伤。金发小姐姐的直播全程记录下这一幕，海外观众议论纷纷，这绝不是巧合，前脚要翻金光咒，后脚五雷轰顶，哪有这妖巧的事？以前不信龙虎山有雷法，现在我服了，我付了3000万米刀买密本，现在谁赔我？龙国网友也全程目睹了一切，彻底震惊。上一秒装逼，下一秒雷击，阿三家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而且那雷电精准只劈凯瑞家，分明是天师隔空施法实锤了。之前他拿天师剑时，我还怀疑天师小丑竟是我自己。很快，凯瑞被雷劈的相关话题瞬间冲上龙国热搜榜首，相关词条刷屏全网。龙虎山上，三清殿内的记者和自媒体人看着别墅被劈的视频，纷纷震惊地看向我：天师，这都是你干的？我负手而立，一本正经道：无量天尊，大家看到了吧？大自然的力量果然恐怖，雷雨天气在家最好不要开电器。这个主播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都要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有记者追问：天师，刚才那雷云真的不是您的手笔吗？我眉头紧皱，反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米国的雷官频道什么事？难道不是您隔空雷法劈了他？别装了，龙虎山雷法谁没听说过？我沉声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频道心性良善，素来以和为贵，居士说话要凭证据。我龙虎山也有专业维权律所，小心我告你诽谤。闻言，众记者们顿时噤声，他们无凭无据，根本奈何不了我。与此同时，龙虎山官微下，网友们早已沸腾：天师牛逼，隔空劈房太霸气！我大学毕业能去龙虎山学雷法吗？想多了，红袍道长都只能学小五雷术，还得有学历门槛。我没想到这件事竟给龙虎山做了波宣传。后来毕业季真有不少大学生前来求道。雷法施展后，我离开三清殿回到天师府，只觉得浑身虚软。我如今修为仅炼气5层，隔空跨阳释放大屏五雷阵法，消耗的灵气太过恐怖。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恭喜宿主成功捍卫龙虎山秘术泄露，系统奖励5000声望值，功法大品天仙诀全卷。闻言我眼前一亮，大品天仙诀乃是顶级修行功法，西游记孙悟空同款，能无门槛直达天仙境界，正是我此刻急需的。我当即提取功法，立马运转大品天仙诀补充灵气，随即四面八方的天地灵气疯狂向我涌来。即便蓝星是末法时代，这功法也能如鲸吞般吸纳灵气。半天时间，我便突破至炼气6层，身体的虚软感彻底消失。我后来得知，远在米国医院的凯瑞被送进手术室后，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凯瑞父母在走廊焦急等候时，一道灰袍身影悄然路过，正是米国的死神。他手持大镰刀走向手术室，嘿嘿，来了老弟。就在死神要勾走凯瑞魂魄时，4道妖鬼之气从凯瑞体内冲出，正是从伏魔殿逃出的斩首鬼、红衣鬼王、美女蛇和金甲尸鬼。他们躲在凯瑞体内恢复修为。凯瑞竟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4阴之体，对他们修行大有裨益。斩首鬼手持鬼头刀架在死神脖子上，冷声道：他是我们的，你从哪来滚哪去，懂吗？死神本就地位不高，根本不是4鬼对手，当即怂了。大哥饶命，我走还不行吗？离开后，死神骂骂咧咧，真特么见鬼了！这4个东方鬼修为极高，这小子落到他们手里比被我勾走还惨。手术室内，4鬼看着凯瑞露出狰狞笑容。凯瑞苏醒后，看到爸妈身后的4鬼，当场被吓得惨叫一声，再次昏死。斩首鬼吸入他的恐惧之气，红衣鬼王吸收他的怨气，美女蛇吸食他的阳气，金甲尸鬼吞入他的阴气。4鬼修行所需不同，配合默契，将凯瑞当成了源源不断的养分。折磨才刚刚开始，这种诡异状态持续了7天。凯瑞反复苏醒，惨叫昏迷，身体越来越虚，医生们全都束手无策，建议凯瑞父母请神父来看看，要不你们给他请个神父过来，不会是被什么魔鬼缠上了吧？凯瑞父母立刻花重金请来一位有名的神父，他做了30多年神父，解决过不少超自然事件，半个月前还斩杀过一只吸血鬼子爵。此刻神父手持十字架，自信爆棚，对凯瑞父母说：看样子你们的儿子确实是遭遇到了魔鬼的侵蚀，不过没关系，我是上帝的使者，任何魔鬼必将消亡于上帝的光辉之下，你们的儿子会恢复正常的，放心。神父带着2个信徒走进病房，让凯瑞父母在门外等候。刚进门，红衣鬼王就从天花板倒掉下来，腐烂的血迹滴落在地上，他用白皙的手指
拖住神父的脸，咧嘴一笑，娇声道：“神父，你是来捉鬼的吗？”红衣鬼王惨白的脸骤然贴近，见多识广的神父也吓得浑身发毛，连连后退骂道：“欧谢特！”他这才发现病房里竟有4只厉鬼，个个气息恐怖。可他擅长对付西方恶魔吸血鬼，对东方恶鬼毫无经验，只能强作镇定，举着十字架警告：“我是此地的神父，我不管你们这些东方的恶鬼是怎么到达这里的，也不管你们跟这个病床上躺着的上帝信徒有什么恩怨。现在我代表主的使者警告你们，尽快离去，回到你们自己的世界，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四鬼皆是几百年的东方厉鬼，听不懂洋文，却从神父语气中察觉敌意，个个露出不屑笑容。他们皆是伏魔殿大妖级别的存在，根本没把这西方神父放在眼里。神父见他们不屑一顾，顿时发怒，举圣经念诵：“你等恶魔既然不听我的劝告，那就接受主的审判吧。在天之父啊，借你的名义消灭这4只东方的恶魔，主引导我，让邪恶附身的灵魂得救，不再被迷惑，驱逐那邪恶的魔鬼，请主以他的名义救赎你。我奉上帝之名祷告，阿门。”下一刻，圣经散发出刺眼白光，可这光芒照在四鬼身上毫无效果，反而让他们觉得舒适，能净化魂体。见状，神父彻底傻眼，这不对吧？上帝光辉一点用都没有吗？该死！四鬼狞笑着逼近，斩首鬼挥着鬼头刀，东方的活人我砍了不少，倒是还没砍过洋人呢，正好试试刀。红衣鬼王也笑道：“西方的神父有道行的人产生的怨气，更能助我修行。”见状，神父瞬间慌了，抢过信徒手中的圣水泼去，可圣水反倒让四鬼更兴奋，这也是净化魂体的好东西。神父拔剑色变：“够了，我是主的使者，就算你们是东方的鬼，也不要太过分。我手上的剑是主赐予的杀鬼之剑，不要逼我鱼死网破。”闻言，红衣鬼王嗤笑一声，手指捏住剑尖，轻轻一拧，银剑瞬间被拧成麻花。神父，你用西方的剑来砍东方的鬼，是不是有点不尊重我们？别说是你了，就算是你们西方的神来了也没用，西方的神杀不了东方的鬼。见状，神父彻底慌了，连忙拉开信徒斗篷，露出里面的吸血鬼子爵，这是他前几日降服病毒化的保镖。他后退一步，下令：“主的信徒啊，你的面前有4只沉沦地狱的恶魔，我以上帝使者的身份命令你铲除他们，净化这个世界吧。”说完便想溜，可吸血鬼子爵刚扑向红衣鬼王，就被他一巴掌抽飞，当场重伤。红衣鬼王怒冲上前，爪子暴掌：“神父，本想养着你念经，既然你不配合，就挖出你的脑子当血食。此时我正在天师府修行，神品占卜术一直推算着西方的动静，四鬼若乱杀人，因果恐怕需我承担。”感应到红衣鬼王要下杀手，我冷哼一声，念动龙虎五雷掌法咒：东方青雷，南方赤雷，西方白雷，北方黑雷，中央黄雷。奉请五方五雷上无身速显神通，随无除病，无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随即我手上汇聚5色神雷，隔空一掌劈向海外，米国医院上空黑云汇聚，一道5色雷电击穿窗户，正中红衣鬼王的爪子。红衣鬼王瞬间惨叫出声，魂体被雷法击穿的剧痛让他痛彻心扉。这正是龙虎山五雷正法，几百年前他被前几任天师围杀时就是这种滋味。我的声音伴随雷电隔空传至病房，无量天尊，尔等四鬼逃出伏魔殿算你们运气好，但别以为逃出龙国频道就拿你们没办法。本天师只是现在懒得管你们，在外面最好老实一些，别被我发现伤人性命，否则休怪频道雷法不容情，必将你们劈得魂飞魄散。闻言，四鬼彻底怂了。红衣鬼王碍于面子把神父扔到一边，哼，算你今天运气好，差点忘了今天是本鬼王斋日，不想见血就留你多活几天吧。就在这时，那只吸血鬼子爵突然苏醒，眼珠变回绿色，狞笑道：“哈哈，子爵我又复活了，你们这帮蠢货，我血族乃是不死之身，你们是杀不死我的。”红衣鬼王本就因被雷劈心情不爽，见状直接涌出红色怨气，将他抓在手中，瞬间吸干其力量，随手扔给金甲尸鬼。金甲尸鬼一口将其吞入腹中，号称不死的吸血鬼子爵就此殒命。红衣鬼王转头厉喝：“你还等什么？还不快念你的圣经，助本王修复魂体！”闻言，神父瑟瑟发抖，却只能沦为四鬼的念经机器，直到晚上才被允许离开。病房外，凯瑞父母连忙递上米刀询问：“神父怎么样了？那里面的恶魔除掉了吗？”神父满脸疲惫摇头道：“除掉了，不过是我被除掉了。你们儿子到底在东方惹了什么祸？一下子招惹来4个恶鬼王，我在里面差点被他们捏死，而且他们都是东方的鬼，你们找再厉害的神父也没用，最好查查你们儿子是不是去过东方，只有东方才能解决。”说完便匆匆离去。闻言，凯瑞父母又惊又疑，查看儿子的直播记录后差点气昏过去。原来凯瑞带人偷了龙虎山的法器秘本和天师剑，还直播贩卖展示。得知前因后果，两人不敢耽搁连夜办出院，带着凯瑞偷来的赃物和团队众人，买了飞往龙国的机票，准备去龙虎山赔罪。龙国媒体很快报道了此事，凯瑞团队7人中3人重伤昏迷，4人中度雷击，唯有凯瑞依旧半死不活，反复苏醒惨叫再昏迷。得知凯瑞父母要带赃物来龙虎山道歉，各大论坛瞬间沸腾，网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觉得凯瑞活该，也有人好奇我会如何处置。次日破晓，凯瑞父母等人推着轮椅上神志不清的凯瑞，在记者簇拥下直奔龙虎山。此时我正在天师府盘膝修行，先完成了今日签到，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奖励神品100部飞剑，运剑之术，声望直加5000。闻言我眼前一亮，神品100部飞剑是以新御剑的通灵之术，运剑之术可丹田运养本命飞剑，皆是极品奖励。身为龙虎天师，本命飞剑自然要选天师剑。我走出天师府，立于山顶，目光望向山下，早在飞机落地时，我便已算到他们到来。随即我运转飞剑之术，体内灵气与凯瑞父亲手中的天师剑遥相呼应。下一秒，天师剑剧烈颤动，挣脱凯瑞父亲的手，腾空而起，伴随一声剑鸣划破天空，直冲我而来。龙虎山下，凯瑞父母看着天师剑化作流光飞走，彻底惊呆了。尤其是凯瑞的爸爸，亲眼看着剑从自己手中挣脱，震撼的说不出话。直播间里，龙国网友彻底沸腾：“卧槽，真的是飞剑术，我没看错吧？牛顿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原来修仙是真的，以前还以为是噱头。”
现在彻底服了。天师剑飞入天师府后，凯瑞父母抬着担架上的凯瑞想踏上龙虎山山道，却被一道无形气墙挡住。凯瑞爸强行迈步，竟被气流反弹出去，狼狈后退。他们这才明白，龙虎山道长不欢迎他们，连山门都不让进。周围记者一片哗然。见状，凯瑞父母咬牙跪下，又让身后众人一同跪下，直到龙虎山让我们上山为止。他们知道，唯有诚心忏悔才能救凯瑞的命。此时我在天师府内，修为已达炼气9层，50大增，山下一切尽收眼底。那道气墙正是我所设。玄印道长赶来劝导，天师他们皆是知命之年，又是海外之人，让他们一直跪着是否不妥？我淡淡道有何不妥？犯错就得罚，子不教父母之过。我给过他们3日时限，是他们不珍惜，这条路是他们自己选的，让他们跪到我满意为止。说罢，我转身返回天师府。一天过去，凯瑞等人已跪了整整1天。网络上有洋孝子跳出来指责龙虎山，却被龙国网友怒喷回去，连平台都封了他们的账号。现场还有个洋孝子想拉凯瑞父母起来，刚踏上山道就被无形力道震飞10几米，惹来游客阵阵斥责，最终只能灰溜溜离去。4天后，我才传声给玄印，让他们把法器送上山来吧。玄印道长下山传达旨意，凯瑞父母大喜过望，尽管膝盖麻木剧痛，仍连忙抬着凯瑞一步步艰难爬上山道，5个多小时才抵达山顶。三清殿前，玄冲道长等候已久，他沉声道：“无量天尊，盗窃者在三清殿前下跪，先拜三清，再跪天师，方可入殿归还法器。”凯瑞父母不敢怠慢，一一拜服，又在殿内跪拜道门诸神，待全部拜完，早已大汗淋漓，双腿发软，这才将偷来的法器秘本一一归还。这时我才缓步走进三清殿，众道长纷纷躬身行礼，凯瑞父母连忙恳求天师，请您救救我儿子。我未并没有理会，而是走到担架前，一眼便看出凯瑞印堂发黑，阳气尽失，是被4鬼缠上所致。若非我之前警告4鬼不可伤人性命，他早已是个死人。我抬脚往凯瑞耳边地上一跺，低喝道：“无量天尊，滚出来！”瞬间4道灰影瞬间从凯瑞体内被震出，正是那4只逃出去的妖鬼。他们见到我，立刻恭恭敬敬跪拜，天师在上，我等拜见天师。斩首鬼连忙辩解：“天师别动手，我们很听您的话，没害人性命，还主动跟着他们回龙虎山了。他们早已见识过我的实力，根本不敢有半分不敬。”我冷声道：“贫道懒得跟你们啰嗦，自己滚回伏魔殿。从今日起，每天到真武大帝灵位前领3道雷法之刑，领足1年，赎你们出逃之罪。”闻言，4鬼喜出望外，连忙拜谢，随后化作黑光冲回伏魔殿。直播间内弹幕疯滚，网友们纷纷赞叹天师威严。我这才对凯瑞父母说道：“无量天尊，凯瑞闯入伏魔殿这境地，被4鬼缠上，阳气阴气已被吸尽，以后做男人怕是难了，当归你养吧。”贫道早给过他机会，他却不听，如今这般皆是咎由自取。三清殿内，凯瑞父母听闻这话，脸色骤变。凯瑞妈当场眼前一黑，直接晕了过去。他实在承受不住儿子终身无法做男人，无法结婚生子的打击，再加上连日跪拜耗损体力，终究撑不住了。凯瑞爸面色惨白，脑瓜子嗡嗡作响。若非在龙虎山圣地，他恨不得当场掐死担架上的凯瑞。可这一切都是凯瑞咎由自取，与我无关。随即我转头对玄印道长吩咐，让那几个偷法器秘本的人下山休养，身体好转后上山当杂役，每日洗完扫地清垃圾，干满3年方可离开。偷了我龙虎山的东西，绝非还回来就可了事。说罢，我转身离开三清殿，刚踏出殿门，系统提示音便响起：恭喜宿主成功找回龙虎山失窃法器秘本天师剑，保住龙虎山千年盛名，获得奖励龙虎8级拳，黄金力士随从加2，声望值加10000。我的话被记者全程拍下，直播间千万观众瞬间沸腾。天师太会精打细算，免费保洁到手，就知道没这么简单，偷东西就得受罚。此事告一段落后，龙国热搜在掀热潮，龙虎山伏魔殿有妖魔吗？世界上真的有鬼？等等话题刷屏。凯瑞用亲身经历印证了伏魔殿的诡异。医院里无数记者蹲守偷拍凯瑞，他清醒后得知自己当不了男人的消息，加上此前的打击，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彻底疯癫。曾经有车有房有女友的他，终究因一时作死落得这般下场。龙虎山渐渐恢复平静，我则每日在天师府签到修行，修为稳步提升，很快便达炼气巅峰，半步筑基。这日我盘膝运转大品天仙诀，再也压制不住修为，体内灵气冲破至骨，一道破镜灵光从背后升起，成功突破筑基期。我随手射出一道灵力，化为刀剑，轻易洞穿院落石墙。我心中惊叹，筑基期的灵力质量和储备竟是天壤之别。我随即照出系统签到，系统开始今天的签到。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奖励9天姻缘雷声普化雷击7星双剑。叮，恭喜宿主突破筑基期，获得奖励3圣剑阵修行法，神界灵兽抽奖次数30次。话音刚落，天师府上空黑云翻滚，雷声轰鸣，2道紫雷劈落庭院，化为2把紫黑神剑，剑身刻满道家符篆和雷部神文，霸气非凡。山下游客议论纷纷，只当我在修炼雷法。我招手将双剑照至手中，心中不由暗喜，加上丹田蕴养的天师剑，刚好可修炼3圣剑阵。考虑到携带双剑不便，我打开系统商城，看着17000点声望值，最终花费15000点兑换了洞天葫芦，空间巨大，可收纳双剑，日后还能兑换炼法养剑，性价比极高。炼化葫芦后，我一拍葫芦，双剑便被吸入其中，随身携带极为便捷。随后我提取其余奖励，龙虎8级拳的炼法瞬间映入脑海，刚猛霸道，适合贴身搏杀。天师府内2个黄金力士凭空出现，肌肉虬结，坚硬如铁。我令其中一人搬起万斤轻石，对方单手便轻松完成。我一拳打去，对方竟毫发无伤。这般神力与防御，日后便是我的得力保镖。最后便是30次神界
零售抽奖，系统公示的概率令人啧舌。我咬咬牙连抽30次，结果全是空奖，心态瞬间炸裂。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鉴于宿主首次抽奖，发放首抽保底奖，恭喜宿主获得白虎幼崽+1。瞬间我又惊又喜，白虎乃是4大神兽之一，主杀伐辟邪攘灾，虽是幼崽，体型已堪比成年东北虎，通体雪白，头顶王字，天蓝色条纹点缀，在我面前温顺如宠物，却自带凶悍之气。我蹲下身抚摸它的脑袋，触感柔顺，心中十分满意。我连忙传音给玄阴道长，让他送几十斤生肉到天师府。可白虎幼崽见了生猪肉，竟一掌将其拍飞，眼神中满是不屑。我询问系统才知，白虎身为神兽，不能喂普通猪羊牛肉，需喂食厉鬼妖魔、灵兽之肉或纯金纯银，否则会滋生反骨。闻言我顿时无奈，这神兽竟是个吞金兽，看来日后得多赚声望值才能养好它。虽说白虎伙食费不菲，但我身为龙虎山天师，龙虎山每年收益可观，除去接济各地弱小道门的开销，养它倒也不成问题。我正盘算着如何赚取更多声望值，玄阴道长去而复返，躬身禀报道：启禀天师，山下大峪村村长上山来了，说他们村子里发生一些怪事，恐怕是什么山精鬼怪所致，来我龙虎山求救来了。我起身迈步，走吧，随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事。路上玄阴道长简单告知，大峪村近1个月频频出事，农户家的鸡鸭鹅接连失踪，现场只剩血迹，后来连猪圈里的猪也开始失踪。更诡异的是，老天师画的3张封妖符全被撕烂扔在地上，村民们彻底被吓怕了，才连夜赶来求助。不多时，我带着玄阴道长和2名黄金力士走进三清殿，身边还跟着白虎幼崽。刘天宝见状，连忙上前躬身恳求：天师，我们村子发生怪事了，您可一定要帮帮我们。我看着他微微一笑：无量天尊，刘居士别慌，大峪村的事情，玄阴道长刚才已经告诉贫道了。大峪村位处我龙虎山脚下，贫道自然不会容忍妖鬼在我天师府眼皮子底下作祟。随即我让刘村长先带村民下山，行事照旧，切勿打草惊蛇。我稍后便带人前往调查。闻言，刘村长这才连连点头，带着村民匆匆离去。我回天师府换上便衣，牵着白虎，挂上洞天葫芦，从后山捷径下山。我不想太过招摇，免得惊动作乱的妖鬼。可还是有人报了警，称龙虎山下有人遛老虎。此时几名民警正在大峪村勘察丢鸡鸭的现场。队长周警官接到上级指令，满脸疑惑。他本就觉得村民说的妖鬼作乱是封建迷信，没想到又接到这么离谱的报案。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队员赶往现场。一辆警车从大峪村内行驶出来，沿着龙虎山方向前进。很快就看到一个牵着大型动物沿着公路行走的人。警察队长指着路边说：就是那个靠边停车。警员一脚刹车，警车直接停在了路边上。随后几个警察下车，一下车就有警员愣在原地。队长，这好像真的不是狗吧？好家伙，这貌似真是老虎啊！还有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这不是龙虎山天师吗？因为之前在龙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龙虎山法器失窃的事件，很多热搜上都能看到龙虎天师出面的视频，所以立刻有年轻警员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龙虎天师。虽然我今天没穿紫袍，但那张脸太熟悉了，不可能认错的。龙虎山和紫香市警局关系一直不错，既然是天师，当即这名警察队长松了一口气。其实他刚开始来的时候，没想过现场会如此炸裂，毕竟之前在大峪村接到上面打来的出警的电话的时候，这个警察队长觉得出警任务多少有点离谱，哪来的人在马路上遛白虎啊？警察队长第一眼认出这只老虎的时候，人的本能还是恐惧的，毕竟他只是民警，又不是老虎驯兽师。但还好，牵着这只老虎的是龙虎山天师。随即警察队长深吸一口气，带着人走了过去。天师你好，我是紫香市警局的分队队长，我姓周。我们警局接到群众举报，说是有人当街遛老虎，这只老虎是您带出来的。我有些意外道：你认识我？周队长点头。之前龙虎山法器被盗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只要是上网的谁不认识天师您啊？我也见过几次您的视频。随后又问道：天师，这大庭广众的，您把老虎带出来干嘛？而且你这老虎哪来的？警员们闻言都愣住了。我见状对着白虎吩咐：小白在地上打个滚给他们看看，拜年，坐下，站起来，蹲下。白虎竟真的依照做动作标准。见状，警员们面面相觑，彻底服了。周队长无奈只好向上级汇报，上级最终答复：只要我能保证白虎不伤人即可，后续会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沟通。随后周队长笑着邀请：天师，您也是为了大峪村的事情下山，我们正好要回去勘察，一起走吧。我点头应允，坐进警车，白虎则紧随警车奔跑，速度丝毫不慢。警车很快抵达大峪村村口，我下车走到村口大树下，指着树上被撕毁的封妖符对周队长说：周警官，贫道倒是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张封妖符是老天师亲手绘制，能阻拦普通妖鬼进村，普通盗贼不会特意撕毁它，能这么做的唯有妖鬼。我带着周队长查看了村中村尾的封妖符，果然都被撕毁殆尽。周队长惊叹：好家伙，撕成这样还被啃过，这符篆跟那些鬼怪有仇啊！我解释道：妖鬼靠吸食阳气修行，家禽沾染人身阳气，偷吃家禽既能长修为，又不用承担伤人的因果。封妖符阻拦他们进村，自然会被记恨。此时刘天宝带着村民围了过来，焦急问道：天师，那依您之见，咱们现在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那些妖魔鬼怪不会吃活人吧？我笑着安抚：无量天尊，尔等放心，既然今天贫道来这里了，就一定会彻底解决这里的事情。对付妖魔鬼怪，贫道龙虎山专业对口。其实刚到村口，我就从大峪村上空的妖气中看出了端倪。在巡视完案发现场，已基本确定是何种山精作祟。我转头对周队长道：无量天尊，周队长，龙虎山一贫如洗，贫道更是两袖清风，还要劳烦你带人开车跑一趟集市，买一批活鸡回来，母鸡最好，尤其是农户家散养的，能现抓最好。买完送到村子里，我在刘村长家等你。周队长虽疑惑，还是多问了一句：天师，老母鸡要买多少只啊？我说道：数量看你们自己，最少5只以上，当然越多效果越好，记得要在天黑前赶回来。周队长点头，带人离去。我转而吩咐村民，今天晚上大家早点吃完晚饭，早
早点在家睡觉，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晚上不管听到任何动静，看到任何东西都不要出门，一切交给贫道来处理。说完，我看向刘天宝，无量天尊，刘村长，今天晚上贫道就暂住你家，借用你家的门户来引妖上门，为大玉村铲除妖孽。若有打扰之处，还望村长勿怪。刘天宝面露难色，天师，我们家地方太小，对付妖魔鬼怪行吗？我怕您施展不开啊，要不您换一家。我看着他道，无量天尊，刘居士，话不能这么说，难道你不是这大玉村的村长吗？身为一村之长，万事自当为人先，为村子降妖除魔，守一村秩序，护村民平安是你的责任，怎能推脱？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贫道也不强求，你也可以随意指派任意一家，反正贫道今晚去哪家斩妖都行。话音刚落，村民们便七嘴八舌的拒绝，甚至有老太太动手打了刘天宝一下。刘天宝环顾一圈，家具没人愿意接盘，最终咬牙道，算了，天师，我家就我家吧，我先回去收拾一下，把我闺女和我老婆送到我丈母娘家住一晚。我连忙拦住他，慢着，不用收拾，你家人也别送走，一旦把人送走，会破坏你家原本的气场。那帮鬼东西精明得很，稍微发现一些异常，说不定就不敢来了，还是不要打草惊蛇的好。刘天宝恍然大悟，不再坚持，随即带着村民各回个家，我则跟着他回了家。他家是2楼小洋房，还有个不小的院子。刘天宝苦笑道，天师见笑了，其实之前这小院子里还养着几只老母鸡，本来是留着给我老婆生老3坐月子补身体的，没想到村里遭贼盯上，我家也没能幸免。该死的小偷！等了1个多小时，夕阳西下，周队长这才带着警员回来了，每个人都提着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周队长快步走进院子，抱歉天师，你让我去买老母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5点了，镇上的菜场早散了，我们2辆车跑了附近好几个村子才买到这些老母鸡，您看够不够？我点头道足够了，把这些鸡都赶到刘村长家的堂屋里头，然后所有人进屋，把大门和堂屋门紧闭，把锁也给锁上，接下来只要等待就行。刘天宝皱眉，什么？还要把这些鸡赶到家里去？他虽抗拒，但为了除妖还是忍了。周队长等人将12只老母鸡赶到堂屋，随后锁好门窗，问道，天师，全部按照您的吩咐弄好了，现在我们还要做点什么？我打开系统商城，花费1200声望值买了6张逆吸符和6张隐身符，分给周队长等人，每人2张符篆，一张是隐匿气息的逆吸符，另一张则是隐身符，贴在身上，然后坐在这里，等他们主动送上门就行。周队长贴好符后疑惑道，天师，你确定这符篆有效果吗？我怎么还能看到我自己，还能看到小李他们？我解释道，贫道给你们的这种隐身符的效果只对山精野怪有效，对人眼无效。我又叮嘱道，应该再过不久就会有山精野怪找上门来，到时候你们不管看到什么都不可发出声音，一旦打草惊蛇，下次再想抓他们可就难了，知道吗？周队长和警员们纷纷点头，天师放心，我们有分寸的。1个小时后，7、8只野猫大小，身披破烂黄道袍的黄皮子借着月光冲进了村子，他们身形小巧，行动无声。村口的小白狗被一只黄皮子瞪了一眼，便夹着尾巴跑了。很快他们摸到刘天宝家门口，一只黄皮子一爪切开院门锁，溜进了院子。听到锁落地的声音，我睁开了一只闭目养神的眼睛，耳边同时响起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附近有妖气靠近，发布任务，宿主降服黄皮子，保卫大玉村，完成可获得奖励，神通法天象地，声望值加10000。黄皮子们分工查看屋内情况，见刘天宝一家熟睡，便奸笑起来，睡吧睡吧，谢谢你们给我们准备的大餐，等你们睡醒了，你家的老母鸡已经全进我们的肚子里了，哈哈哈！兄弟们，开锁撬门，为首的黄皮子喷出一股黄烟，打开了堂屋门锁，几只黄皮子立刻冲进去，大喊开饭开饭。随即我撕掉身上的符篆，一步踏出，灵气喷涌，将所有黄皮子震飞，笑道来活来活。见状，黄皮子们又惊又怒，骂道怎么回事？什么东西敢偷袭本大仙？何方宵小敢打扰黄仙吃鸡？可当他们看到我身上的紫袍时，瞬间僵住。为首的黄皮子浑身黄毛炸开，不就偷了你们几只鸡鸭吗？这个村子的人有病是吧？这么点破事儿，你把天师找过来埋伏我们，我特么真服了。说完，他转身就跑，化为一道黄风溜出村子，直奔深山而去。周队长急忙道：“天师不好，跑了一个。”而我只是笑了笑。无量天尊，让他跑吧，贫道故意放他走的。如果不放一只逃走，怎么能找到他们的老窝，把他们的老窝一锅端呢？我看向剩下的黄皮子，沉声道：“福生无量天尊，黄皮子，尔等破坏老天师亲手所画的封妖符，又偷吃大玉村村民多年辛苦饲养的鸡鸭鹅猪，尔等可知罪。贫道希望你们自己束手就擒，别让贫道亲自出手收拾你们。”其中一只黄皮子怒吼：“呸！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等可是5仙之一的黄大仙，法力无穷。前阵子听说龙虎山上的老天师云游4方去了，把天师紫袍传给了个年轻小子，想来就是你了。如果是老天师当面，黄哥我二话不多说，当场束手就擒。不过你嘛，可就未必了。你黄哥倒是要看看你这黄毛小子有什么手段。若没那个本事，今天你身上这一身龙虎紫袍，免不得还得让给你黄哥我披上一披。”说着，他化为一道黄风朝我扑来，爪尖变得锋利无比。我不慌不忙念起金光咒：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一劫正无神通，3界内外唯道独尊，体有金光复印无身。随即金光覆盖手掌，我反手一抓，将那只黄鼠狼捏在手中，笑道：“无量天尊，小小黄鼠狼在贫道面前还敢放肆，尔等还不束手就擒！”我掌中运转5雷正法，雷电轰出，将那只黄鼠狼电得外焦里嫩。剩下的黄鼠狼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朝堂屋门口狂奔，太特么可怕了！兄弟们快跑吧！
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家一起冲出去。大门口没人，可他们刚到门口，一道虎啸响彻天地。白老虎缓缓走到门口，抬手一巴掌就将最前面的黄鼠狼拍了回去。黄鼠狼们看清是白虎，瞬间吓得双腿打颤，跪地磕头：“虎哥饶命啊！”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降服黄鼠狼，保护大峪村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神通法天象地，声望值加10000。我提取奖励，心中暗喜，随后看向跪成一排的黄皮子问道：“无量天尊，贫道问你们背后可还有什么同伙吗？”被电晕的黄皮子醒来后依旧叫嚣：“臭道士你别嚣张，你以为我们会向你屈服？别做梦了，大爷什么都不会说的，我看都没看他。”反手又是一道雷电打上去，刺啦一声，他再次晕了过去。对付这种没实力还嘴硬的，唯有雷法最管用。这一下杀鸡儆猴，剩下的黄皮子彻底下软，连忙如实招供。他们本不敢招惹人类，只因老祖出关后重伤，虚吸阳气，经协商才改偷鸡鸭。他们哭着辩解：“无量天尊，天师在上，我们绝对不敢有半句假话。我们修行至今以和为贵，手上一滴人血也没沾过，顶多有时候偷点鸡鸭打牙祭。试问谁没有偷过东西？这罪不至死啊！您也看见了，我们也是穿道袍的，大家都是道门中人，就算我们是黄鼠狼，也不会没事去做害人性命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对我们又没有好处，反而是人类对我们黄鼠狼偏见太深了。其实我们黄鼠狼平日里也是淳朴善良的生灵，待人友善，根本没有人类所说的那么睚眦必报。”这时刘天宝从房里走出，皱眉道：“靠什么东西这么丑？怎么跟粪坑一个味儿？熏死我了！”话音刚落，几只黄皮子齐刷刷用记仇的目光盯住他。周队长等人暗自汗颜，刘天宝也瞬间反应过来，连忙道歉：“对不起，是在下错了。”可一只黄皮子仍威胁道：“刘天宝，你敢招惹黄大仙，这笔账我们记下了，除非你们给我们每日供奉10只老母鸡让我们享用，连续供奉30天再放过你，否则的话你给大爷们等着。”我反手一道五雷掌劈在那只黄皮子嘴上，将他轰飞撞墙，沉声道：“再威胁一个给贫道看看，惯着你了是吧？刘居士你不用害怕，从今天开始，这几只黄鼠狼没机会跑到大峪村再作乱了，贫道自会将他们全部收拾服帖。”随后我看向其余黄皮子，贫道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当中哪一位愿意给我带路，去会一会你们的黄大仙老祖？来都来了，总得让本天师斩草除根，把你们的黄鼠狼窝一窝端了吧？黄皮子们却异口同声拒绝：“不可能！我告诉你，别的什么事情我们都能交代，但唯独这件事情我们不可能告诉你。你别想从我们这里知道我黄大仙族的老巢所在。”闻言我并不慌张，起身走到院子角落，捡起那只逃跑黄皮子留下的一根黄毛，凭借龙虎占卜术，很快锁定了他们老巢在附近深山之中的位置。周队长见状走出问道：“天师您要进山吗？”我点头：“无量天尊，自然是进山。贫道已经推算出这群黄鼠狼的老窝所在，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周队长指着堂屋的黄皮子担忧道：“可是天师，您走了这帮黄鼠狼，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我总不能把他们带回警察局吧？而且您一走，我们也不一定打得过他们。要不天师您把他们带走吧，我们实在是处理不了这些黄鼠狼。”我沉吟片刻说道：“无量天尊，这件事情倒是贫道欠考虑了。也罢，那贫道就将他们暂时收监了。”说罢，我一拍腰间的金色洞天葫芦，喝了一声收，葫芦开启，一股吸力涌出，将几只黄皮子尽数收了进去。周队长等人看得目瞪口呆，随后提醒道：“那个天师，你看要不咱明天去吧？现在天黑，你确定要进山？那深山老林里头山精野兽多，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至少也得带个手电筒吧？要不我们跟你一起去？”我摆摆手：“无量天尊，多谢周居士好意，但不用了。至于危险，贫道不懂你的意思，你是说山里的野兽危险是吧？贫道进山只抓黄鼠狼，不会滥杀无辜，伤害龙国保护动物的。”我带着小白转身离去，开启系统商城，咬牙花费1万声望值，兑换了7星龙虎缥缈身，瞬间掌握了这套身法的所有精要。正要施展身法，巷子里突然传来一道4男非男4女非女的声音：“道友请留步！”一只体型比猫仔大不了多少，身披黄道袍的小黄皮子窜了出来，躬身行礼道：“道友衣着华贵，仙风道骨，不知在哪座仙山修行啊？”我随口应道：“无量天尊，就在这附近一座野山野观之中胡乱修行。居士找贫道所为何事？”小黄皮子嘿嘿一笑：“是这样的，本仙有件事情烦请道友帮忙。道友，你看我长得是像人还是像仙啊？”我心中了然，这是要讨封。我冷笑道：“像什么？贫道看你长得像一只欠雷劈的黄皮子。”说罢，一道五雷正法拍去，直接将他电死。小白上前一口将其吞入腹中。我摇摇头：“无量天尊，这位黄居士真是找死！讨封找龙虎天师，你是个人才，贫道仁慈，这次就帮你物理超度了，下辈子多注意点吧。”随后我脚踏7星龙虎缥缈身，带着小白朝东方深山飞奔而去。小白御风紧随其后，丝毫不掉队。进山后我业能事物，感应覆盖方圆1000米，很快遇到一群灰狼，他们虽警惕却未攻击，我加快速度避开了他们。片刻后，我们来到黄鼠狼老窝所在的山丘前，而洞穴内那只逃跑的黄皮子早已暴醒，一只足有成年狼狗大，身披黑道袍的黄皮子老祖不屑道：“慌什么？一个小龙虎天师有何可惧的？现在龙虎山上的紫袍不过是个20多岁的黄毛小子，谅他不敢动我黄大仙的子孙，否则本仙把他的龙虎紫袍都给扒下来。若是出手的是龙虎山之前那个老天师，本仙还忌惮1、2，现在这个他只要敢来，本仙单手就能拿捏他。我等不及天亮，一拍小白的脑门，小白叫门。随即小白深吸一口气，一声虎啸震彻山林，山丘都微微颤抖。洞穴内的黄皮子瞬间乱作一团，连那黄皮子老祖也下意识腿软。洞中的小黄皮子们看着腿软的老祖，满脸古怪，方才还吹嘘能与老天师4、6开，怎会被一声虎啸吓破胆？黄皮子老祖察觉异样，轻咳一声，掩饰慌乱：“老虎天生克制我黄大仙族，本仙只是猝不及防被惊到，你等速去洞口查看，看哪座山的老虎敢来撒野。”2只小
小黄皮子领命探动，一眼就看到堵在门口的我和小白，看清我身上的龙虎紫袍，顿时吓得大气不敢出，慌忙跑回去禀报老祖坏了，那龙虎山紫袍天师现在就在门口，虎啸是他养的白虎发出来的。黄皮子老祖脸色骤变，随即强装镇定，大惊小怪什么？如今的龙虎天师就是个银样蜡枪头，没什么本事，你等随本仙出战，看我单手血虐他，还能缴获一件紫袍穿。说罢便带着一众小黄皮子列阵出动。我定睛望去，这黄皮子老祖足有成年狼大小，尖嘴猴腮，满脸猥琐，果然是200年修为的大妖。没等我开口，他先嬉皮笑脸道：小子，听说你是新晋龙虎天师，本仙名黄蜂，你也可以叫我黄二大爷，你怎么称呼？我俯视着他，沉声喝令：福生无量天尊，贫道秦阳，师承龙虎老天师天正道长，赐道号天元。黄鼠狼，你不过下界动物修行的山精，贫道乃正一龙虎天师府当代紫袍天师，得见天师你敢不拜？话音刚落，天地威压骤然降临，黄鼠狼老祖浑身一沉，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旁边的小黄鼠狼们全都看傻了。他狼狈爬起，怒吼道：该死的，你敢拿天威压我？就是你师父天正都不敢随意用这天威，你这是把黄哥往死里得罪。我冷哼一声，哼老天师德高望重，不跟你计较罢了，贫道可没老天师那种好脾气。再说得罪你又如何？你算什么东西？黄鼠狼老祖彻底暴怒，尖叫着化为一道黄蜂朝我扑来。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敢在黄哥面前嚣张！黄哥我要杀了你！龙虎天师的阳气，黄哥还没吸过呢，还要取你的脑袋当酒壶！闻言我面色一沉，无量天尊，天师当面还敢口出狂言，吸人阳气取人脑袋，看来你已堕入魔道，自有取死之道。说罢我张口吐出天师剑，神剑化为金光，以100步飞剑之速射向黄鼠狼老祖。黄鼠狼老祖双眼一缩，掐动法诀，瞬间与一只小黄鼠狼调换位置，竟是替换之术，代价是折损5年修为。那只小黄皮子来不及反应，就被天师剑洞穿头颅，当场毙命。我眉头微皱，这老黄皮子竟对同族如此狠辣。紧接着他周身黄烟升腾，一分为6，真真假假难辨，速度也快了10倍不止。我运转龙虎占卜术，瞬间锁定他的真身，一指天师剑，神剑立刻追着其真身斩去。黄皮子老祖被追得气急败坏，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绿色舌尖血，这一口便耗去他50年修为，竟将天师剑震飞。旁边的小黄皮子们顿时欢呼：老祖威武，杀了他！黄皮子老祖精神大振，体表红光乍现，又燃烧20年修为，换取5分钟100倍速度，如流光般朝我刺杀而来。我手掐天雷诀，口诵咒诀，念起兜天大雷公，霹雳震虚空，念起铜兵千千万万走无踪，强神恶鬼不服者，五雷破火走无踪，无缝太上老君，神兵火急如律令。刹那间黑云盖顶，我一指天空，天雷落，随即一道银色天雷直劈而下，黄皮子老祖避无可避，被劈得半身不遂。我紧接着道：东起泰山雷，南起衡山雷，西起华山雷，北起衡山雷，中起嵩山雷，五雷速发。我脚踏7星龙虎缥缈步，顺步来到他面前，一掌按在他脑门上。就你管自己叫黄二大爷是吧？还跟老天师4、6开？接贫道一发掌心雷，雷弧炸开，黄皮子老祖浑身焦黑昏死过去。旁边的小黄皮子们吓得四散而逃。我拍了拍小白的脑袋，去把他们抓回来。小白身形矫健，很快就将所有小黄皮子全部带回。我将他们一并装进洞天葫芦。临走前，我给刘天宝打了电话，告知他黄皮子已被彻底清除，大玉村可安心安居，损坏的封妖符可日后上龙虎山求取新的。随后我带着小白和黄皮子们返回天师府。小白本想将这些黄皮子吞入腹中，我阻止了他。多数黄皮子只是盲从并未作恶，唯有几只在洞口叫嚣着要杀我的，被我扔给小白当零食。至于那只黄皮子老祖，我留他性命，想问问老天师的下落。我一道灵气将他弄醒，他醒来后满脸惊恐：你不是刚晋升龙虎山天师吗？怎么会这么强？我反问：无量天尊，贫道20多岁继任龙虎山新天师，自然有我的本事，若没本事怎么当得成天师呢？黄皮子老祖叹气道：也罢，输给你本老祖认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问道：初次见面听你手下说你曾跟老天师交过手，两人4、6开，你以前认识老天师？黄皮子老祖面露愧色，磨蹭片刻才说实话：其实本仙认识老天师，但没跟他交过手，4、6开是我吹的。10年前，老天师追杀一头5000年大妖，打到我修行的地方，我当时吓得缩在洞里偷窥，只见两人打得山崩地裂，最后老天师赢了，却也身受重伤。后来我渡第2次雷劫，眼看要陨落，是老天师出手帮我挡了几道天雷，救了我一命。之后他就回龙虎山养伤了，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一眼看穿他的虚伪，如果你真挂念老天师的恩情，之前怎会对贫道痛下杀手？只怕是记恨他没帮你渡完雷劫吧。黄皮子老祖神色一僵，我随即直接问道：之后你再见过老天师吗？最近有听闻他的行踪吗？闻言他只是摇摇头，10年前是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再也没见过，也没听过他的消息。我心中叹气，正打算将他扔给小白，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叮，检测到宿主抓获第一只野生200年修为黄皮子大妖，捣毁其老巢，获得奖励神品龙虎符传大全，声望值加5000。叮，发布任务，收取第一只天师府战谱，将这只黄皮子大妖收为战谱，可获得奖励先天筑基混沌之气加1团，声望值加5000。我随手提取出神品龙虎符传大全，上万种神品符传的绘制法瞬间涌入脑海，连肌肉记忆都被刻入体内。思虑片刻后，我决定不杀他，不如买一张奴隶契约，让他效忠天师府，若有一心便魂飞魄散，让他再多为我创造利益。我
我当即在系统商城花费1000声望值买了一张永生奴隶契约。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恭喜宿主花费1000声望兑换永生奴隶契约成功。契约书发放后，我将它推到黄皮老祖面前。无量天尊，黄鼠狼，上天有好生之德，贫道仁慈，念在当年老天师救你一命，老天师也不想你苦修100年就这么陨落，今日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将这张契约书签了。从今往后，在我天师府做事，行善罚恶，积累功德，是生是死你自己选。黄皮老祖看着契约，脸色发黑。永生为仆听后调遣，稍有2星便神火焚身，说白了就是一辈子在龙虎山当牛马。可他瞥见我掌心雷虎涌动，五雷咒已在默念，哪里敢不签？当即伸出爪子飞快签字画押。契约签订后，化为红紫2团火焰，紫色入我脑海，红色涌入黄皮老祖体内。从今往后，他便是我忠心的仆役，稍有1星便会魂飞魄散。我摆摆手道：从今天开始，你和你的小黄鼠狼们住天师府后院杂物间，这是虎骨养精丹，服用后3日可恢复伤势。3日之后，天师府的杂役扫地工作就由你们负责。偷懒休怪贫道雷法无情。我从洞天葫芦里取出一瓶丹药扔给他，黄皮老祖一脸苦涩的点头应下，领药退下去养伤。他刚离开，系统提示音便响起：恭喜宿主收取第1支天师府战仆任务完成，获得奖励先天筑基混沌之气加1团，声望值加5000。我立刻领取奖励，重点看向先天筑基混沌之气，这是先天混沌诞生的神品筑基之气，可打下无上根基，甚至有概率修成先天混沌筑基。修仙界筑基分下品、上品、先天极品，而先天混沌筑基远在其上，即便渡劫期修士也难寻相关机缘，唯有系统能产出。我当即吸收这团混沌之气，1个时辰后睁眼，筑基修为虽仍在1层，但灵力质量和实力已跨越式飙升。原本的筑基质量堪比豆腐，如今已硬如砖头。调出属性面板，上面显示境界筑基1层，先天混沌筑基5，还差95就可达成真正的混沌筑基。也就是说，每吸收1团混沌之气可提升5，还需19团才能修成。混沌之气只能靠签到和系统任务获取。我当即召出系统，系统今日签到。系统提示：丁，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奖励先天龙虎附龙锁，声望值加3000。先天龙虎附龙锁是捆绑型法器，可自动追踪妖魔鬼气，虽非混沌之气，也是件好法宝。我随手收了起来。接下来2个月，我潜心在天师府苦练符传。系统虽已将神品龙虎符传大全的绘制法和肌肉记忆灌注给我，但仍需实践。玄印道长每日要运送大量空白符纸上山，虽有黄金力士帮忙，也累得够呛。我的画符速度从每日100张逐步提升到每日几万张，最终悟透符传之道，可抛开符纸笔砚，以手为笔，虚空为纸，施展传说中的通天路。这一日，我在院中闭目养神后，抬手虚空绘制龙虎5雷符，手指滑动间，虚空浮现连贯潇洒的符传线条，一气呵成后，银色雷光缠绕符传阵阵炸响，威力远超符纸绘制。这时玄印道长走进来，看到虚空之中的5雷符，瞳孔巨震。天师，这是通天路吗？我点头道：算是吧，贫道闲来无事随手画的。玄印道长凑近观赏，满脸痴迷，久久难以平静。等他缓过神来，我才问道：玄印道长，你今日上天师府所为何事？玄印道长回道：启禀天师，紫香市隔壁千鼎市一所大学的院长上山求助，说学校闹鬼，多名学生被西洋气萎靡不振。我先后派了2名黄袍道长加玄真道长前去，却连一丝鬼气都没查到，此事蹊跷，特来通禀天师。闻言我眉头一皱，龙虎山高级道长都查不出异常，可见此事不简单。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新任务发布，前往千鼎市抓捕学院之中的厉鬼，完成任务获得奖励神兽大鹏蛋9天沃土，声望值加50000。看来这一趟我必须得去。三清殿内，我见到了千鼎市大学院长，他40多岁，地中海发型，脸色苍白，精神萎靡，显然被此事愁坏了。我对着院长说道：无量天尊，院长放心，此事我龙虎山接下了，我会亲自前往查看。闻言院长大喜，太好了，有天师出马，一定能解决。我这就回去准备接风宴。闻言我连忙阻止：无量天尊，院长不必麻烦，你先回去等候即可，切勿外传我前往之事，以免打草惊蛇，让那厉鬼闻风而逃。院长连连答应，随后被道长送下山。随后我换了便衣，隐藏气质，装扮成普通大学生，又让小白缩小成猫咪大小拖在手臂上。这时正在扫地的黄皮老祖跑过来：天师您要下山吗？小的感应到山下有机缘，求天师允许小的陪同。我知道黄皮子天生能感应机缘，且他签了契约不敢说谎，便点头道：也好，你跟着吧，到了城里注意隐蔽，别惹人注意。闻言黄皮老祖狂喜，摇身一变化作一只大黄狗，摇着尾巴道：天师您就叫我阿黄，这样够隐蔽了吧？我看着他这副模样，实在不知如何评价，只能带着他和小白朝龙虎山下走去。我乔装打扮，戴口罩，打遮阳伞，借着7星龙虎缥缈步，1分钟便从龙虎山赶到紫香市高铁站，途中未被任何人认出。我先将小白和阿黄收进洞天葫芦，高铁不准带宠物，收进葫芦便万无一失。走进售票大厅，我在自助机前查看车票，紫香市到千鼎市的当日票，2等座、1等座均已售空，只剩商务座和站票。商务座960元，站票仅230元。我虽为龙虎天师，需顾全脸面，但龙虎山向来节俭，所得收入多用于慈善，我实在不舍得花近1000元买一张单程票，最终咬牙买了站票。离进站还有1个多小时，我在高铁站转悠了一圈，没什么特别的，只有便利店、快餐店，倒是几台自助彩票机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的刮刮乐和我穿越前的地球一模一样。我想着刚花了230块买高铁票，便想试试运气，说不定能赚回票钱。我掏出老天师送我的10年前的红米 ES， 用微服宝扫码，可3G 网络迟迟刷不出来。身后很快排起队伍，一个男生不耐烦地催促：哥们干什么呢？能不能买啊？扫个码扫半天。卧槽，你这什么手机？红米 ES， 这得是10年前的老古董了吧？怪不得你网卡呢，这都23年了，就算你没5G 网，
起码也得用上4G网吧。你要是实在扫不了，要不就用现金，要不就让我先买，我真受不了了。磨磨唧唧的，你到底有没有钱啊？我自知耽搁了时间，又没带现金，便侧身让开。那你先买。这男生名叫江恒，是千鼎市大学的学生，刚才和3个同学一起买了40张20块一张的刮刮乐，只中了60块，正急着回本。他得意的走到机前，不顾同学劝阻，你们别管，我自己买，一会中奖了你们别眼红。说着扫码买了10张20块的彩票，转身去一旁刮奖。江恒走后，我的网络终于恢复。我知道彩票大奖多为后台运作，想稳赢只能借符箓之力，便用通天路在虚空画了一道神品龙虎气运符，轻点符篆让其融入彩票机，随后扫码买了3张10块钱的宝石8刮刮乐，点到为止，不宜过分薅取。这一幕被旁边排队的美食博主刘同拍了下来，他本是想拍我手上的老古董手机，却意外拍到我虚空画符。又在看到我手机收到的银行扣款短信后彻底傻眼，短信显示我尾号9999的工商银行卡余额还有637899万9970元。我拿起刮片刮奖，第一张宝石8便接连刮出11个8，仅最后一个25000元的大奖未中，估算下来赚了10几万。第2张和第1张一样，又是10几万到手。第3张前11个号码均未中奖，最后一个却刮出8，对应奖金25000元，翻8倍便是20万的最高大奖。3张30块的彩票竟中了近50万，周围路人瞬间沸腾，纷纷围过来议论。江恒此时也刮完了10张彩票，1张未中正怒火中烧，听到动静看过来，得知我中了大奖，瞬间红了眼。他的同学连忙拉他：江恒，你在干嘛呢？让你别买彩票了，你非要买，输光了吧？快走了，我们高铁要来了。江恒却甩开同学的手，指着我大喊：那是我的彩票，应该是我中奖才对。闻言，男同学一愣：你疯了吧？人家中奖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高铁站，你别发疯乱来啊！江恒却不管不顾，冲过来就要抢彩票，那特么是我的彩票，该中奖的是我，拿来吧你！我及时收起彩票后退一步提醒：朋友，你要干什么？现在是法治社会，我劝你谨言慎行，以免自误。江恒扑了个空，恶狠狠道：你那3张彩票明明应该是轮到我中奖，要是刚才我没有插队，按照正常顺序买，这3张彩票就是我的。我不跟你说多少，你把20万奖金的那张分给我，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周围路人纷纷议论：这小子自己插队，现在人家中奖了还想抢，真是脑子有病。彩票看运气，就算他不插队也未必中，脸也太厚了。江恒彻底昏头，威胁道：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沾了我的运气，要么你把彩票给我，要么你把彩票撕了，大家都别想兑奖，不然我对你不客气。我是体育生，你打不过我。我看着他极端的模样，运转龙虎占卜术，瞬间算出他的底细，开口道：江恒，20岁，2003年农历6月17，癸未年己未月庚寅日出生，家住千鼎市九河区天怀路鼎盛家园19栋704，千鼎市大学大2学生。2年前接触网赌游戏，多次网贷网赌，以贷养贷1年3个月，现在共计欠债46万3972元9毛。这么大的事情，你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吗？你要彩票是想用这些钱实行补天计划？闻言，江恒脸色瞬间煞白，后退2步，惊恐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还有我什么时候网赌了？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小心我告你！我摇摇头，你尽管嘴硬吧，反正你的网贷过2天也就到期了，到时候催债的电话打到你父母手机上，你父母肯定会知道这些事情。好自为之吧，朋友。有时候做人要面对现实，人不能一错再错，回家早点坦白才是正事。江恒心态彻底崩溃，仗着自己是体育生，再次朝我冲过来想抢彩票。在他看来，只要拿到彩票还清债务就能彻底上岸，而他不知道，我身为龙虎天师，绝非他能抗衡。江恒彻底昏了头，网贷到期的压力和嫉妒心让他丧失了理智，抡着拳头就朝我冲来，一门心思要抢彩票。我冷哼一声：无量天尊，贫道好心提醒，还敢执迷不悟，敢对贫道出手，大胆，那就来较量较量。话音未落，我抬手一记龙虎8极拳轰出，刚猛的力道直击江恒胸口。这龙虎8极拳发力迅猛，拳势如龙虎奔腾，仅一拳便将江恒轰飞数十步。他惨叫一声，重重摔在地上，眼冒金星，当场昏死过去。我已特意留手，只用了1/1000的力道，否则他早已化为飞灰。周围路人彻底沸腾，没人料到看似普通的我竟有如此身手。很快有人认出了我，卧槽，这是龙虎山天师啊，就是那位上热搜的紫袍天师，今天换了便衣而已。议论声中，高铁警察3分钟内赶到，遣散围观人群，带走了昏死的江恒。我作为当事人，也需随他们去警局做笔录。天师同志，抱歉打扰了，这件事情需要您到我们局里做个笔录，还请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员进了个礼又补充道：您放心，警局就在站内，很快就能结束，保证您赶得上高铁。我看了眼时间，点头应下。警局内我的身份很快传开，不少警员围在笔录室门口好奇观望。另一边，江恒在审讯室醒来，胸口肋骨被打断几根，早已没了之前的嚣张，只剩慌乱。审讯警员开口问道：江恒，千鼎市大学的大2学生是吧？说说吧，为什么在高铁站抢劫？你小子胆子不小，知道抢劫罪在我龙国判几年吗？尤其是你这种还是在公共场合强取豪夺的，影响和性质更加恶劣，还想抢人家价值几10万的彩票，你是怕你在里头蹲的时间不够长啊？当江恒从警员口中得知自己抢劫的是龙虎天师时，瞬间面如死灰，后怕不已。不等警员追问，就把自己网赌网贷极度中奖继而抢劫的全部经过和盘托出，随即哭着问道：警察叔叔，我全部老实交代了，算是戴罪立功吗？请问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我还想回去念书呢，我大学还没读完呢。还有我得罪了天师，那龙虎天师应该不是小心眼吧？听说道士都会画符施法，他应该不会施法下咒害我吧？警察叔叔，我已经知道错了，你们可要保证我的安全啊！一名警员无奈回道：江恒，你触犯的是我龙国的抢劫罪和斗殴罪，按法律来说，你接下来至少也要在监狱里服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且3年可能还只是一个起步而已。
已，具体怎么判还要看被你抢劫的龙虎天师告不告你。如果天师告你的情况下，3年起步，最高10年。至于你的安全问题，还有什么下咒的问题，我们会帮你跟天师讲的。江恒激动的一拍桌子，可是我没有抢劫成功啊，凭什么？警员重重拍桌呵斥，抢劫未遂也是抢劫，而且你没有抢成功，不是你不想抢，而是打不过人家。闻言，江恒彻底蔫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警员随后通知了他的家属，我这边的笔录十分顺利，10分钟不到便完成，3张彩票作为证物暂时交由警局，后续会由玄印道长带领对讲。笔录结束后，警员问道：天师，对于江恒这件事情，他的抢劫行为最低大概会被判刑有期徒刑3年左右，具体定罪的年限还要看您的意思，您会告他吗？我笑着说道：无量天尊，我道门中人讲究广结善缘，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件事情既然那江恒已经伏法，贫道也不会追究太多的，毕竟年轻人嘛，也要给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判决10年有期徒刑，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太长了，10年出来那江恒30岁，已到而立之年，人出来也废了，这种毁人之事贫道不做，有伤天和。你们让那江恒大可放心，不用害怕，贫道会跟我龙虎山法务部门沟通的，尽量不会告他10年，就9年吧。9年之后出来才29岁，还不到而立之年呢，这就不伤天和了。警员又问，还有一件事情，那江恒知道您是龙虎天师的身份之后，一直很害怕，情绪也一直不稳定，说是害怕您下咒害他，这种事情您应该不会做的是吧？我起身一脸愤懑道：那是自然，贫道乃龙虎天师，执掌天师府，做事光明正大，有什么仇一般都当面报，背后算计侮辱谁呢？况且画符下咒非君子行为，贫道不屑于做这种事。再说了，谁告诉你们我会画符下咒的？我读3字经的，能不能讲点科学？在场之人闻言全满头大汗，谁都清楚这话里的水分。此时几名男子匆匆赶来，恭敬的请求：天师这次见面就是缘分，能不能给我们也留个符篆避避邪？我念及眼前之人常年坚守一线，便没有拒绝，手掌一翻，从洞天葫芦中取出2沓符篆，福生无量天尊，既然你们开口，贫道怎能不应？这些符篆就留给你们防身用吧。黄色这一沓是金光符，贴在身上可做护身法符；紫色这一沓则是五雷符，你们好好保管。眼前之人又惊又喜，连忙道谢。天师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这怎么好意思？我摆摆手，无量天尊，无碍几张符篆罢了，又不值钱。贫道这里还有几万张呢，收着吧，贫道要去赶高铁了。一名男子忍不住问：天师，金光符是不是就跟电影里演的那样，贴在身上之后就刀枪不入，金刚不坏？我回道：居士，你说的那是电影，剧情需要，所以效果为了追求艺术效果而做的夸张一些。现实当中怎么会有如此离谱的符篆效果？再说了，贫道就是个普通人，你们别把我想得多厉害。给你们这些符篆是当护身祈福的符篆用的，更多的是祝福的作用，怎么可能金刚不坏？再说了，贫道的这些符篆随手乱画的而已，别太当真。说完我便转身离去。局长见状连忙提醒：天师，现在距离发车只剩5分钟，这边到进站口还有一段距离，怕是赶不上了，我们帮您安排下一班高铁吧。我笑着摇头，不必如此麻烦，多谢居士好意，不过还有5分钟时间，绰绰有余了。居士贫道告辞。话音落下，我脚踏7星龙虎缥缈步，身形如鬼魅般消失在警局门口，转瞬便出现在高铁车厢内，手中拿着一本上清青囊经，静静阅读，连乘务员都没看清我的动作。高铁缓缓发动，途经龙象市站点时，我看到几个身披长衫的光头和尚拎着行李箱走进1号车厢商务区，他们的身影被人拍下传到网上，很快与我站在2等座车厢的视频拼接在一起，引发全网热议。天师高铁视频曝光，龙虎子跑买站票，龙虎天师佛门大师，世界的参差等话题冲上热搜，网友们纷纷感慨道门的节俭与佛门的奢华对比悬殊。没人知道那些和尚是受开发商重金邀请，去千顶市为别墅区开工仪式开光，此行能赚300多万。几小时后，高铁抵达千顶市站，我刚走出高铁站，眉头便微微皱起。千顶市的气息十分怪异，这种异常只有修行者才能察觉，想必与千顶大学的怪事有关。我很快找到千顶大学，跟着人流混了进去，将小白和阿黄从洞天葫芦中放出，随后释放神识探查。筑基期的神识覆盖周围区域，千顶大学内的一切风吹草动尽收眼底，一场新的探查就此开始。千顶大学占地极广，我的神识无法一次性覆盖全貌，只能分区探查。实验楼、教学楼等各处都无异常，直到抵达图书馆，神识才锁定一丝微弱却诡异的气息。我取出龙虎八卦罗盘注入灵气，指针却飞速转动不停，根本无法锁定目标。看来千顶市整体磁场紊乱，这也是之前龙虎山道长们无功而返的原因。罗盘在此形同虚设，好在我的神识远比罗盘灵敏，能清晰锁定妖鬼之气就在图书馆内。我迈步进入，小白和黄皮子化身的猫狗紧随其后。黄皮子一时好奇，在门口汪了一声，打破了图书馆的安静。一名女图书管理员快步走来，皱眉喊住我：同学，这是你的狗，你不知道图书馆不给带狗进来的吗？你怎么还带只猫呢？谁让你在学校里面养宠物了？你哪个系的？我正急于寻找妖鬼，没空纠缠，头也不回地说：不好意思，真不熟，可能是别人带进来的吧，跟我没关系。说完便径直往里走，小白化作一道白光跟上，只剩黄皮子留在原地。图书管理员没找到小白，只能对着黄鼠狼呵斥：看什么看？你别进去啊，在这等着，我找人把你带走。黄鼠狼开口了：女施主，你就让我进去吗？刚才乱叫是本仙不对，本仙一定遵守你们这的规矩，还不行吗？让我进去吧。闻言，图书管理员吓得手机掉在地上，指着黄鼠狼结巴道：你。黄鼠狼不耐烦，显出黄鼠狼头狗身的本相威胁：臭婆娘，别以为本仙改邪归正了，脾气就一直这么好，赶紧给我滚开！在
在这碍事挡路，小心本大仙脾气上来一口吃了你！图书管理员当场吓昏，黄鼠狼恢复狗形，大摇大摆地追了进来。我上了图书馆2楼，目光瞬间锁定一道高挑身影，他回头与我对视，容貌出众，正是妖鬼之气的来源。我微微点头，眼底藏着雷狐，轻声道：“妖孽，来你过来！”他见此脸色大变，二话不说掉头就跑。他身边的男学生连忙跟上，急声喊：“小小怎么了？怎么突然这么着急？去哪啊？我开我爸给我买的宝马新5系送你去啊！”这女生是艺术摄影系的肖小小，男学生叫董浩，是个富二代，一直追求她。肖小小跑出图书馆，才对董浩委屈道：“刚才图书馆里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生一直在看着我，你看到了吧？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宿舍，他也不知道从哪来的，突然就把我拦住了，拉着我的手要跟我表白，说是我的追求者，我没同意，他还对我动手动脚。还好我昨天跑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我不想见到他。董浩，今天晚上的晚餐就算了吧，我想回宿舍休息了。”肖小小走后，董浩怒火中烧，掏出手机给小弟打电话，胆子不小，动我的女人找死。随后便带人进图书馆找我，可我早已离开，我并未急着追肖小小，神识一直锁定她的气息，且早已算出她的底细。我径直来到院长办公室，敲门而入，直接坐下。无量天尊，周院长，频道受邀造访，没有打扰你吧？周院长起初以为我是学生，听到无量天尊才反应过来，连忙起身让座，不打扰不打扰。天师大驾光临是周某的荣幸，我刚才还在想您什么时候能来呢，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您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先喝杯茶。我摆手，茶水就不必了。贫道已在贵校转了一圈，问题根源已找到，是一只厉鬼藏在一名女学生身上，加上千鼎市磁场紊乱，法器失效，才让之前的道长难以定位。周院长急问：“那敢问天师，我们学校里头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我点头，确实有，而且颇为狡猾，现在就藏身在你们学院一个女学生的身上。因为有人气掩盖的原因和大学本就学生众多，难以寻找，再加上你们千鼎市似乎整个市的气息都十分紊乱，龙虎山不少法器在这里都发挥不了效果，所以之前来的几个道长难以判断出妖鬼所在的具体位置，藏身在一个女学生身上，这怎么可能？哪个学生？周胜林眉头紧皱，我笑着说道：“肖小小，艺术摄影系大2学生。”随即周院长打开电脑调出肖小小的资料，指着照片问：“天师，您确定是他？”我点头，妖鬼之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来之前贫道在图书馆和他碰过一次面，他看到贫道转头就跑，不会有错。我翻看资料，发现肖小小半年前曾失踪3天，回来后称是感冒掉水，此时还被记过处分。我敲了敲桌子，看来就是那次失踪，厉鬼占据了他的身体。院长，麻烦叫2个以前跟他关系好的学生，再叫2个被吸过阳气的男学生过来，贫道有事情询问，还需他们帮忙。10分钟后，2个女学生敲门进来，见到我顿时一惊：“天师您怎么在这？”周院长疑惑：“怎么你们认识？”其中一个女生李思涵答道：“我们摄影专业这几天出去采风拍摄，去了紫香市，在回学校之前，在紫香市高铁站和天师有过一面之缘。”他们简单讲述了高铁站的事。周院长听闻江恒是本校学生，且当街抢劫天师，震怒之下当即决定开除江恒学籍。我打断道：“高铁站的事情不必再提，把你们叫过来是贫道有些事情要跟你们了解一下，顺带着有事要你们帮忙。”我问：“你们认识肖小小吗？”2人点头认识，我们以前玩得很好，算是闺蜜。以前玩得很好是什么意思？另一个女生江林说道：“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跟肖小小不怎么来往了，自从半年前她失踪过后，整个人回来性格就变了很多。以前的肖小小虽然性格高冷，但对朋友是很好的，但自从半年前那件事情之后，她整个人就变了，从原本不喜欢化妆变得喜欢打扮，时常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还喜欢往男生堆里面钻，根本就不怎么爱搭理我们。”我追问：“你也看出来肖小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江林咬着下唇，犹豫片刻后说：“我跟肖小小住同一个宿舍上下铺，有几次晚上我下床闻到一股臭味，用手电筒照她的脸，惨白的不像活人，而且她睡觉没有呼吸。还有一次她突然睁眼，瞳孔是散的，像死鱼眼睛。我还发现她脖子有溃烂的地方，被头发遮住。最近天天擦一种很香很呛的药粉，她以前从不喷香水。天师，她是不是中邪了？学院最近的灵异事件是不是跟她有关系？”我点头：“无量天尊，你的判断没错。那肖小小现在确实只是一具空壳而已，真正的肖小小恐怕在半年前失踪3天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什么？怎么可能？闻言，江林和李思涵满脸震惊。我解释道：“这是替换之术。”江林眼眶微红问道：“天师，那小小的灵魂现在在哪里？还在这个世界上吗？”我摇头：“这么长的时间了，肖小小大概率不在这个世上。”我接着说：“入夜后我会让广播站召集学生到校外集合，清空肖小小所在的宿舍楼，我会在楼下堵他退路，需要你冒险拖住他，让他最后一个走出宿舍楼，切记不要打草惊蛇，此事全凭自愿，有风险，你若不愿，贫道不勉强。”江林坚定道：“天师院长，我愿意去。小小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被人所害，我要给他报仇。”旁边的李思涵面露犹豫，我见状开口：“无量天尊，同学，你现在身上是不是带着月事？有月事在身，气血虚弱，你去了危险更大，你就别去了。”李思涵松了口气，感激地看着我。我看向江林：“你现在还有一次反悔的机会。”江林：“不，我要去。”随即我手掌一翻，取出几张符篆递给他：“这几张符篆你随身贴好，金色的是我龙虎山金光符，可以挡住一次厉鬼的攻击；紫色是五雷符，杀敌所用，可以召唤雷电。这2种符篆给你防身，随机应变。”江林接过符篆收好，我随即给黄皮子传音，让他推门进来。我对他说：“一会江林会进女生宿舍，拖延那只厉鬼离开的时间，到时候你跟着负责保护他的安全。江林要是少一根汗毛，你就跟那厉鬼一起死，明白吗？”黄皮子口吐人言，苦着脸抱怨：“天师，您这不是为难人吗？上次跟您一战，我200年修为用掉了100多年，就剩下几10年的修为，也就能变换形态了。您让我去跟那厉鬼打，那厉鬼最少也有数百年道行啊，我哪打得过啊？”我冷声道：“是你自己说下山之后可以帮忙的。再说了，之前在图书馆的时候，你吓昏了一个图书管理员是吧？这笔账又怎么算？要么去宿舍见厉鬼，
鬼，要么去地府见阎王，你自己选一个。闻言，黄皮子瞬间萎了。好，我去就是了。我知道黄皮子虽实力大跌，但200多年的修行底子还在，战斗经验丰富，让他跟着江陵能多一层保障。出发前，我给了他10几张龙虎山符篆，足以弥补他战力的不足。安排妥当后，办公室门被敲响。门开后，2个神色萎靡的男学生走了进来，他们阳气被吸得厉害，费了半天劲才挪到办公室，身形瘦得像竹竿，走路都虚浮。李思涵和江陵见了，也忍不住面露惊色。周院长连忙给2人搬来椅子，又泡了枸杞茶，生怕他们出事。等2人坐定，我开口问道：“你们见过那宿舍里的厉鬼对吧？说说吧，你们的阳气是怎么丢的？”周院长面露惊异，他之前问过2人，可他们始终矢口否认。没想到这2人竟真的知情。俩学生脸色慌乱，却依旧嘴硬：“我们不知道啊，真的不清楚，就感觉每天睡着，第2天起来身体就虚了。”我摇摇头，也罢，既然你们不愿意说，频道也不勉强你们，只不过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们，阳气被吸干的后果就是下半辈子都做不了男人了。如果你们以后想去暹罗国深造的话，就尽管瞒着吧。这话一出，俩学生瞬间慌了。天师，别，我们说。随后2人一五一十道出实情。半年前开始，他们每天都会做春梦，梦中对象正是萧小小。即便醒来后身体越来越虚，他们也因迷恋女神不愿声张，直到听闻后果才彻底慌了，连忙向我求救。我听完心中了然，厉鬼用梦中色诱之法吸阳气，神不知鬼不觉，难怪之前的道长查不出端倪。我叮嘱道：“亏空的阳气正常情况下需10年才能补回，平时多买些人参寄生肾气丸调理，配合药物最快5年可恢复。切记人鬼不能相通，再迟一步性命都难保。”教训完2人，时间已经入夜。江陵带着黄皮子化身的大黄狗先往女生宿舍楼去，周院长则给广播站打电话，让10分钟后通知所有学生到体育馆集合，清空宿舍。随后我抱着小白和周院长一同朝女生宿舍楼走去，只等学生全部撤离便动手除鬼。宿舍楼下，我和周院长等候片刻，江陵便贴着金光符带着大黄狗上了楼。很快校园广播响起，通知学生前往体育馆集合。宿舍楼内的学生虽疑惑，却也陆续起身撤离。楼上宿舍里，江陵看到正化妆的萧小小，深吸一口气走过去：“小小，你帮我看看我新买的这口红色号是不是有点不对？”萧小小瞥了眼门外撤离的学生，眉头一皱：“江陵，学校让所有人去体育馆集合，我们该走了。”他说着就要起身，江陵连忙拦住他：“小小，你急什么？我朋友是广播站的，他告诉我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去那边填个表格，我们迟点去也无所谓。填表格时间长着呢，去那么早，一个个排队的得累死人。”萧小小半信半疑坐下，江陵拿着口红拉着他东扯西扯，拖延了许久。眼看宿舍楼内9成学生都已撤离，萧小小抬头看了眼时间，神色越发警惕：“不看了，该走了。”他白天在图书馆见到我时，便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此刻宿舍楼越发空旷，他再也不敢停留。江陵还想阻拦，萧小小体内的厉鬼终于察觉不对。以前江陵从不和他多说废话，今日分明是在拖延。一阵微风吹过，江陵衣脚下的符篆露了出来，萧小小脸色瞬间狰狞：“该死的，我就知道你不对劲，一直拖延我离开这里的时间，是想清空宿舍楼里的人。你是给那龙虎山的臭道士做事的，那我今天就拿你当人质。”话音刚落，萧小小的脸快速腐烂，原本姣好的皮相变得丑陋不堪，腐尸模样朝着江陵扑来。江陵虽有心理准备，却也被这场景吓呆了。就在腐尸扑到跟前时，江陵身上的金光符瞬间生效，一道璀璨金光形成屏障，将腐尸弹飞出去。腐尸撞在墙上，片刻后缓过神，恶狠狠地盯着金光。龙虎山金光咒符，不过这符篆毕竟不是自身的法术，是有使用次数的，而且效果一次比一次弱。我倒要看看你这金光咒可以挡我几次。就在腐尸准备再次攻击时，一旁的大黄狗突然暴起：“我特么来了！”黄皮子显出本相，爪子勾住腐尸后背，将一张五雷符贴了上去，随即激活。轰的一声，5色神雷交织成网，包裹住腐尸。厉鬼发出凄厉惨叫，天雷本就克制阴煞，龙虎五雷符更是诛邪专属，即便藏在腐尸内，也能伤到他的灵魂本源。腐尸猛然转怨毒地盯着黄皮子，他万万没想到5大仙之一的黄皮子竟会给龙虎山效力，还伪装成狗偷袭。怒极之下，腐尸调转方向朝着黄皮子扑去。黄皮子连忙掏出一张金光符贴在身上，金光屏障再次挡住腐尸。腐尸一头撞在金光上，顿时懵了：“该死的，你特么怎么也有金光符？”黄皮子嘿嘿一笑：“本大仙弃暗投明了，不行吗？你算什么东西？本仙跟谁混，还用跟你报备？再吃我一张五雷符！”又一张五雷符射出，贯穿了萧小小的心口，劈出一个大洞。厉鬼怒吼不止，连续2张五雷符让他伤势颇重，600年修为也顶不住。情急之下，他抛弃腐尸，鬼身离体显出本相，还往自己身上贴了一张奇怪的符篆，力量瞬间暴涨10倍，直逼鬼王境界。黄皮子的金光符2下就被撞破，他惊呆了：“卧槽！恢复本体状态的厉鬼一下子变得这么猛，刚才这货往自己身上贴的那张符篆是个什么东西？”厉鬼修为本只有600年，附身时顶多是鬼将级别，此刻却因那张恢复达到鬼王境界，速度和力量都暴涨。黄皮子连忙再贴一张金光符，疯狂扔出五雷符阻拦，可五雷符对有恢复护体的厉鬼伤害已大打折扣。黄皮子慌了，他身上的符篆所剩无几，金光符只剩2张，五雷符只剩1张，他当即朝着江陵大喊：“你还愣着干什么？跑啊！”随即2人刚冲出宿舍，厉鬼便冷笑一声：“跑，你们跑不掉的。”万化鬼域，鬼王境界的厉鬼可施展领域，鬼气瞬间包裹整栋宿舍楼。厉鬼穿墙而行，一巴掌拍在黄皮子身上，金光破碎，黄皮子惨叫着撞在墙上，吐出一口妖血。厉鬼冷笑：“黄大仙又如何？你有符我也有符，在这鬼域之内我是无敌的。”江陵连忙跑过去：“黄狗前辈你没事吧？”黄皮子脸色一黑：“本仙的本体是黄鼠狼，不是狗。民间5大仙家之一的黄大仙你都没听过？”吐槽归吐槽，黄皮子也知道形势危急，只可惜本大仙此前和天师一战，损耗多年修为，否则也不会如此狼狈。若我全盛时期，
气，一根手指都能碾碎这只小鬼。想不到今天被这只小鬼王欺负到这种地步，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厉鬼被这番话激怒，隔空凝聚一道鬼气刀刃，朝着黄皮子斩去。黄皮子吓得魂飞魄散，万般危急之下大吼：“天师救我！”下一秒，千顶大学上空天雷滚滚，一道碗粗的雷电劈开鬼域，击碎了鬼气刀刃。我的声音从门外传入：“无量天尊，打狗也要看主人！我龙虎山的狗，你算什么东西？说杀就杀吗？”黄皮子瞬间松了口气，直起腰板朝厉鬼比了个中指：“听到没有？我是龙虎山的狗，你说杀就杀，你算什么东西？”闻言，厉鬼气得火冒三丈，却深知有我撑腰，已无法再杀两人。此时宿舍楼学生已全部清空，我抱着小白走入宿舍，小白一脚踏入，厉鬼的鬼域便开始颤抖，大量鬼气被小白吞入腹中，背后更是浮现出白虎法相。厉鬼脸色惨白，这哪里是猫，分明是4灵之一的白虎。白虎天生杀伐，万鬼皆为其食，他连忙收敛鬼气，不敢再展开领域。我不给他喘息之机，掌中运转五雷正法，念道：东方青雷，南方赤雷，西方白雷，北方黑雷，中央黄雷，奉请五方五雷上无身，速显神通，随无除病。无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五色雷电在指尖交织。我抬手一掌朝厉鬼轰去，这五雷掌是龙虎山正统法术，经系统强化，威力远非黄皮子的一阶符篆可比。厉鬼吓得燃烧30年修为，险之又险躲开，身后的宿舍被雷电击中，当场爆炸，爆炸声传遍校园。已撤离的学生纷纷回头围观，拿出手机拍摄。就在我思索换种打法，避免破坏宿舍楼时，厉鬼耳边突然传来沙哑的声音：“蠢货，那是龙虎山紫袍天师，你不是他的对手。千顶大学这个点废了，快回来！”厉鬼闻言当即燃烧50年修为，破窗而逃。黄皮子急喊：“天师他想跑！”我走到窗边，看着100米外逃窜的厉鬼，抬手以指尖灵力绘制符篆，口中念诵咒文：“玉清使清，真符告蒙，推千二气混一成真。”随即按紫色的五雷符绘制完成。我指尖一点去，符篆化为数道紫雷，瞬间追上厉鬼，将其包裹。厉鬼来不及留下遗言，便被雷法炸得魂飞魄散。叮！恭喜宿主灭杀千顶市学院之中的厉鬼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神兽大鹏蛋、9天沃土、声望值加50000。系统提示音如期响起。与此同时，50公里外的小骊山荒庙内，一个骨瘦如柴、形同枯尸的黑袍男人猛然睁眼，眼中满是怨恨。八嘎呀路，该死的混蛋，该死的龙虎山天师，坏我大事！他的声音沙哑如拉风箱，正是之前给厉鬼传指令的人。愤怒过后，他渐渐平静，不过这也未尝不是个好事。只要那天师尽快离开千顶市，不破坏我的布局，就不影响大事。我谋划多年，只差最后一步。有没有千顶大学这个点已无关紧要，等我攻城，10个龙虎天师也奈何不得我。另一边，黄皮子看着厉鬼被雷法炸成烟花，心有余悸，随即问道：“天师，为什么你用的符篆威力这么大？我之前的那几张五雷符对付那只厉鬼就没有这么大的威力。”我看了他一眼，因为我给你的是普通1阶五雷符，刚才我自己画的是5阶符篆，在我龙虎道门，就算是同样的五雷符也有等阶之分，你1阶符篆威力自然小得多，而我5阶符篆秒杀一个鬼王，不是合情合理吗？闻言，黄皮子瞬间懵了，卧槽！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拿到的竟是低阶符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却又不敢直接抱怨，只能旁敲侧击：“天师，我们好歹也是进去引怪的，您下次好歹也给我们点好一点的符篆。我危险点倒不算什么，可这个女大学生也用1阶符篆，太危险了。”我淡淡道：“我只是给你用1阶符篆，江林身上的是3阶，你在想什么？”黄皮子如遭雷击，瞬间感觉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而就在这时，我在这女生宿舍之内却是感应到了什么，手一招，一股灵力卷起宿舍地面角落处的一个东西落在手上。我的目光看向捡起的东西，这是一张灰色的符篆，符篆造型十分奇怪。咦，这是